不是谈判桌，也不是太平洋，更不是什么制裁和反制裁。中美之间这场决斗真正的主战场最后会在哪里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一串事件让中国很多朋友对国外的一些势力感觉到非常的气愤。你比如说中美天津回合谈判中，美国貌似恭谦，实则嚣张的态度，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外一些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性的报道，还有许多国家对中国一些所谓人权问题的这种侵犯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小事情，就比如说外媒记者在郑州的一些采访，身边出现了一些个曾经对新疆进行污蔑的人，这都是这几天的关注热点引爆民意那件是必然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较量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，谈判桌上美国也好，别的国家也好，再怎么趾高气扬，想压我们低头没用了。我们现在只是希望美国人也好，那些国家也好，你只要不来捣乱就行，公平交易，公平竞争，只要是公平的，输赢都是正常现象。军事上我们也不怕了。1991年之后10多年我们真是看着美军装备战术军事思想都比我们先进。那个时候我们靠口号给自个儿提了一口气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们是硬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以前羡慕和担心的样子。虽然不能说完全压倒对手吧，起码谈判桌上对手很明白，我能让你的军事力量看不到任何打赢的希望，虽然我也会承受一些很大的损失。经贸就不用说了，制裁反制裁，关税对关税，一损俱损，但是我保证你吃亏吃的更多。所以我们怕什么？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微博，让我看到了我们最大的威胁到底是什么。有人在微博里边说呢，反正西方记者怎么都要黑我们，那就不如抓几个外国记者狠狠揍一顿，同时还要直播，或者我们就直播对这些外国记者斩首割喉，哪个国家看了不服直接宣战。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观众会赞同这个说法，反正微博里边有人赞同。也许有人会说这叫以牙还牙，也许有人说这叫用西方能听懂的语言跟西方说话。咱们评论区里边呢，还经常有人对我说白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但是我说这种思维方式不叫爱国，这算什么？这算是恐怖主义，有些言论叫做极端民族主义。这是帮着外国媒体证实美国那些谣言。美国说中国搞种族灭绝，你就真玩一把割喉吗？美国说中国暴力对待记者，中国掩藏真相，中国是搞种族屠杀，你就真的割一个喉给外国记者看看吗？当然我知道这都是气话，但是气话万一激发了某个人真这么干了怎么办？以前我的节目里也说过，美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都在有计划有组织的派人在大陆媒体以爱国为名义，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煽动之后，就可以转化成为一些极端主义、民粹和排外的思想。特别是最近有个消息也爆出来，前几天看到金灿荣的那个微博说了一个事儿，就是气象武器那个事儿，这不是爆料爆出来了吗？根本不是金灿荣自己说的，是有人冒用了金灿荣的名义，利用这个账号管理权说的这件事情。然后发现这个冒用者的名义所在的机构，这个机构身份很有意思，一直是在搜集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报道，告诉中国老百姓。如果仅仅是客观的搜集这些个对中国的不友好的不实报道，那么我觉得这样也挺好。但是后来又发现，这个机构找不到相关的信息时候，会自己编一些故事，然后说是国外如何攻击中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老百姓中刺激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机构背后的金主是美国人，不奇怪吗？美国人投资搞这么一个机构，找人在中国国内利用新闻，再加上一些谣言，大肆的去讲反美的话题。美国人在中国搞反美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美国没法拉拢多少国家，围堵中国了。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在中国境内去搞一些民粹主义的思想，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把我们孤立起来，从而实现了他们所期望的围堵。他们办不成的事情，要靠我们自己来办成。美国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，无论是媒体宣传方面的、政策方面的，如果不拉着中国也犯错误，美国想遏制中国就会变得软弱无力。我速度慢了，我走错方向了，一定要拉着你也慢下来，拉着你也错一遍才行。所以我们在网上会听到各种声音，
说美国人可以造谣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造谣？美国人可以污蔑我们、栽赃我们，我们没有必要证明自己，我们为什么要客观地看待事实？很多人有这种思维方式，我相信这样的人呢，绝大多数有这种表现是因为爱国，因为愤怒，是情绪化。但是也要小心，有人在这里边故意的引导我们犯错误，在帮着美国争取时间、争取盟友。舆论斗争啊，我们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技巧，需要战术，需要大的原则，特别是也需要纪律。面对国外的这种污蔑也好、栽赃也好、各种压迫也好，我们必须保持愤怒，但是保持愤怒同时不能够丧失理性。我们要保持警惕，但是保持警惕的时候，不能把我们变成一个神经过敏的受害妄想症患者。现在我们说了，要平视对手。什么是平视？真正的平视是不急不躁，不软弱，也不会玻璃心，不会因为随便对方说点什么，我们就乱了阵脚。沉稳果断才是真正的平视。所以我非常欣赏评论区里边有个网友就留言说，血必须是热的，大脑必须是凉的。舆论斗争啊，是个长期的过程，勇气之后必须伴随的是冷静。好，关于舆论斗争中哪些话、哪些行为是我们不能够犯的错误，是我们的禁忌，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